4万买到的事故车地狱猫，如今已经到了喷漆阶段。师傅先用塑料布把不喷漆的地方封好，然后进行了一番除蜡工作，接着就给车子喷了一层蓝漆。这个颜色是在原车的基础上做了小小的改动，看起来更加的亮丽一些，并且还带着一种磨砂的质感。而且这个师傅还是当地最有名的喷漆师傅，数十年来一直做着油漆的工作。他这里没有什么高科技的设备，全部靠自己的经验和手感，对调漆工作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调试，真真正正的一个手艺人。喷出的漆面也是非常的好，得到了当地各大车厂不少赞美。师傅给车子上了3遍面漆后，就关掉了灯光，用手电照射去找车子每一处的瑕疵。大家都知道，任何瑕疵在阳光下都无所遁形。其实师傅也是采用的这个原理，通过局部的照射，从侧面观看车体的表面，这样任何没有喷好的地方就会呈现出来。在师傅一番细心的检查，没有发现问题后，就给车子上了最后的清漆。细心的朋友应该都能看出，喷漆也是有节奏的，开始都是从内部开始向外喷，这样不容易出现漆面厚薄不一的现象。等车子被彻底喷好后，强子就开着拖车来到了这里，将车子重新带了回来，顺利的停在了工位上。接下来就拿来了新旧2个后保险杠，强子要把旧的上面的零件转移到新的上面，然后就将保险杠安装了上去。保险杠和车体完全吻合，缝隙也是极其的完美。接着师傅就开始重新安装风挡玻璃，强子为此也都是换的新玻璃。等前后的风挡玻璃都安装上去后，就开始安装前面的保险杠。这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小部件，都需要强子细心的调整。强子为此还新买了一套工具，就是眼前的这个看着简单的铆钉枪，不过用起来还是蛮好用的。接着强子就找来了助手，和他一起将保险杠安装了上去。这时购买的套件也到货了，这是一套全新的进风系统。之前车子的损伤大家也都看到了，这个进风系统也没有逃脱损坏的命运，所以强子就给其换了一个全新的。强子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努力，才将其安装完成。接着强子就给车子注入了冷却剂，强子灌入了整整2瓶才将其灌满。接下来就是安装剩余的小部件了。安装这些其实都很简单，但强子磨叽就到了凌晨1点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强子就跑到了汽车商店，购买了一套新的侧裙回来，安装上去的效果看着还很不错。接着强子就给方向盘上更换了新的安全气囊。当强子准备重置数据时，发现车子的安全气囊和安全带仍然处在失灵的状态，这有可能在车子撞击时，这个红色的卡扣被损坏了。第二天强子就把所需的套件都买了回来，这里有2个全新的卡扣，这个东西正确的名字应该叫张紧器，还有一个顶部的套件，再往前就是挡泥板的里衬。这3个其中有2个是后面的，还有一个被修复好的轮胎。强子首先从内部开始更换，准备先将车子的安全卡扣重新更换新的，这样就得先将车子的座椅先拆下来，将新的卡扣重新更换到座椅上。这个更换过程其实很简单。等强子再次将座椅安装到原位后，他就开始为车子重新更换挡泥板。不仅如此，强子还给车子做了一个大保健，这相当于商店给车子做的保养一样，该换油的换油，该换零件的换零件。不仅为变速箱灌满了油，还给发动机换了最好的机油。等这些都处理完后，车子就被开了出去。强子要为修复好的车子清洗一番，清洗后的车子看着就像一台新车，车子运转起来也非常的丝滑。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这台野兽的嚎叫吧。强子开着车子爽了一番后，就把车子送到了客户的手里。客户看到车子后十分的满意，就是对车子轮胎有些疑问。强子马上上前说这是新的，前几天刚到的货。客户也就半信半疑的相信了，他还带着客户做了之前的漂移，你看回来的车子后就清楚了。这不得不说强子真是个大孩子，刚修好的车就这样去漂移，能卖出去也真是个本事。